羊肉是我们冬季进补的首选之一。今天本周当家菜就为您带来2道羊肉美味。新鲜细嫩的羊肉怎么做能吃到它的原汁原味？想要做好葱爆羊肉，都有哪些烹饪小窍门？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我是大嘴。今天这里是本周当家菜。羊肉呢很适合冬天来吃，能够补元气、壮阳气，适合温补。那一般啊，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这个饭店里面这个涮火锅、羊肉汤呢，每天都人是络绎不绝的。那在家里面，如果说你想吃羊肉，又该怎么做羊肉才能做出好味道呢？今天本周当家菜就教你来做这羊肉。给您请来的大厨是中国烹饪大师秉大厨，大家的老朋友，欢迎秉厨。你好，大嘴。刚才啊，我说这个羊肉有温补的功能，我都跟谁学来的呢？当然是我们的营养健康老师，欢迎他，顾平顾老师。大家好，又做回我们节目了，2位大师到来哈。今天我们关注羊肉2道菜品，秉大师，第一道菜是什么？第一道菜是清蒸羊羔肉。清蒸羊羔肉，现在就开始做。说起这个羊羔肉哈，其实大厨我是这么想的，你看这个羊肉它有温补的功能，而羊羔肉呢，它不仅有温补的功能，还比其他的肉要好的一点什么？是不是不膻它？不膻，因为它这个成长期短，它这个肉特别的嫩，而且它也没有那个一般这个老羊的身上那种膻味，膻味很轻。那大厨，我问一下您，一般我们在市场上买的时候哈，你看到这个羊肉摆在那里，你有没有什么小招告诉大家怎么辨别这羊肉？这个羊肉的好坏呢，你首先用那个眼来看的话呢，这个一个是要看它的光泽，光泽度，光泽是不是外面很有光泽？这个一般有光泽的呢，这个肉呢就是比较新鲜。这个我看就有光泽，这有光泽，这就是光泽的。如果看起来就是灰蒙蒙的，这个糊的哈，那就是一般就是不新鲜，不新鲜的肉，不新鲜的。再一个是呢，用手试一下，如果用手摸一摸它，微微有点这个粘的弹性，有粘的话呢，那就是一些新鲜的肉。要粘一下你的手，对，粘一下那种感觉。就是你贴一个纸片上去的话呢，它这个纸片会粘住，会粘住的。这都是些新鲜的肉，新鲜的。这个摸起来这个发黏发滑啊，那种是不新鲜了。那好，那选择一个非常好的羊肉才是咱做这道菜的一个关键所在。那我问一下大厨，咱今天用的是哪儿的羊肉？这个沂蒙的黑山羊，我能够看得出来。因为这个黑山羊的羊肉，它有这个特点哈，肉很嫩，而且纤维很细致，是不是？听说这个羊好像长不大。一般就是成年就40多斤，哎呦，也称这个狗羊，小狗羊，小狗羊，长得跟这个一般的狗这个差，跟狗的体积差不多，所以我们因为这时候的这个羊肉呢，它就是纹路之间比较细，的确是，你看很细嫩的那种纤维，有点像鸡肉那种纤维。没错。本周当家菜，羊肉呢当家，那么现在赶快处理一下它好不好？咱给它先改刀。这个就直接改成方块，方块就行，比较简单OK，因为咱有蒸的。咱今天选的这个羊肉，在是羊的哪个位置？有要求吗？这个也就是在这个就是排骨肉的下面。排骨肉下面，那属于是靠近里脊肉的那个位置，对，是不是？是羊腩肉，羊腩肉，是不是？羊腩肉 ，OK， 切成这种小块。蒸的时候呢，把这个肥的尽量能去掉一些。大厨，其实我觉得哈，你看我们吃这个羊肉一般都是选择什么方式？红烧的，对，红焖羊肉，红焖的，是不是？用清蒸的方式，我觉得那个味儿好像有点害怕，大胆，你知道吗？清蒸会不会使它很单调味道？这个不会单调的，因为这个选择一个好的羊肉呢，这个它怎么做它都很好吃。其实真正这个就是这个沂蒙的山羊呢，黑山羊呢，它的最好的做法就是清水煮，白水煮它，煮完之后呢，就蘸着盐吃就可以，是啊，非常的好吃。OK， 那这边我们选了一个好羊肉之后，我们赶快给它切开，切成这样一块一块的。好，其实说起这个羊肉哈，刚才我开场就说这个羊肉呢，它能够补中益气，能够补身体。从古至今，人们到这个季节，一到冬天就说身体弱了，吃羊吧，是不是？灰太狼也这么想的，但他没那口福。没错。那这羊肉究竟有什么样的营养？其实羊肉呢，要是从过去呢，我们叫补中益气，也就是说能够帮我们调理脾胃，然后有助于我们吸收。因为你看刚才我们也看了，羊的纤维很细的，没错。那么比起猪肉来呢，好吸收多了。那么即使你这个肠胃不太好，吃肉不消化，吃羊肉也能消化的了。所以我们就更愿意用羊肉来进补。而且本身呢，这个羊肉吃完了以后啊，它产生热气，会让你觉得热乎乎的。你吃完以后自己就发热，它其实不是它本身热，是能促进你的血液循环，让你这个末梢的循环啊都热起来，所以它给你机体带来能量。
我们说冬季吃羊肉是御寒的，就等于是把暖炉吃进了自己。对，它能促进咱们的血液循环。现在呢，我们都讲呢，它可能用现代营养都有一些这个物质，比如说什么左旋肉碱什么，它能促进咱们代谢的。没错。那么所以呢，吃起来呢，温暖的感觉比较多一些。能带来我们热气，能让我们这个季节彻底温暖起来，而且是从根儿上好，让你的血液循环加快。这边咱先给它腌一下，让这个肉呢本身好入一点底味，加点料酒。料酒一点点吗？两勺，2勺就可以，就2个小勺就可以了。一点点盐，胡椒粉1小勺。好，这就可以了。这么基础的调味。对，这个羊肉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很鲜的东西。但我是觉得它本身很膻的。很膻，但是也鲜啊。对，关键是鲜。你制作好了之后呢，它就是一个鲜。OK， 就这一点点简单的，不需要什么姜啊，或者是这时候加点什么生抽之类来给它压它的味道，不需要。咱现在这是加的是干淀粉，加这个淀粉是属于是给它上浆，是不是？上浆，等到蒸的时候呢，它这个外面吃起来是滑的。有点滑爽的感觉。滑爽的羊肉我还真没吃过，不过我觉得这个羊肉外面要是有那么一层层薄薄的那种水膜的感觉，应该会比较好，应该挺好的。好，提前给它记住上个姜，不需要用这个蛋清之类的上姜吧，大厨？不用，简单的这样就可以。这就 OK 了，摆在盘子上，这就可以了。真简单哦。我觉得这道菜哈，真的是家常到不能再家常，它在家里面当家，省事儿，而且让你觉得呢还有这个不易的效果。关键操作起来比较简单一点，谁都会做。大厨又来操作了，来把这个葱给它拍扁，用点姜。其实大厨啊，咱这个姜需要很多的量吗？这个需要一点，因为这个姜呢，它这个很克这个羊肉的这个膻味。要它压羊肉的膻味。好，再加一点这个花椒来一点，淋上去。哎呦，几个也可以。这个枸杞。加枸杞，这是一道药膳了，有点药膳，是不是？枸杞一个是增加它的营养，再一个是这个做出来之后比较好看，也是为了盛菜的时候它的颜色，点缀上几颗星星点点的红星星在上面去。好，再来一点点油嘛，一点葱油，用葱油，葱油就是我们在家里靠着那个把大葱放进去。然后慢火来烤出来那个葱油。我们今天的用的油啊也非常的好，来自于胡其花的古法小站花生油，它呢是用古代那种压榨油的方式，有这个浓浓的花生香味，并且大嘴告诉你它呢油盐少，吃起来对身体特别健康，建议你使用。好，这边一般蒸肉的菜呢，都要搁一点这个油，它这样蒸出来之后呢，它这个就是比较亮，再一个是。它肉之间不会粘在一起。那咱在家要蒸个鱼之类的，也要来点油吗？应该来点。要来点油，是不是？不用太多，一点就行。蒸鱼的话，你可以加一点这个猪油。好，来猪大油，真的是很多人都说来点猪大油呢，蒸菜特别的香，尤其是鱼。好，来放进我们的锅里面开始蒸它。我觉得蒸它的时候，这个火力应该是维持在一个很平均的状态。平均的火力，什么样的火力？中火，上去之后开中火行。大概要蒸多久了，大厨？这个需要蒸半个小时。半个小时还好，一般肉呢都会需要很长的火力的。因为这个羊肉呢，这个你可以蒸的再润一点，但是润一点呢，它这个羊肉的香味散发不出来，你吃的很润。其实说起吃羊肉，郭老师，你看啊，这个一到冬天呢，大家就会说，这羊肉虽然说好吃，能补身体，但是呢，如果说你体内比较热，或者说你是热性体质，然后呢，你要是吃羊肉容易上火，这个就得想法哈，来遏制这个。我们要补身体，但我们不能上火，不能把体质给偏热了。没错。那么其实呢，羊肉它火大呢，就中医讲火大，也就是说比较热性。没错。那我们可以用一些凉性的来克制它。比如呢？比如说什么凉呢？刚才我注意大厨把这个姜皮给夸掉了。姜皮，实际上这个姜的皮啊是很辛凉的，就这个姜的老皮。大厨说，其实我不是有意的，我是觉得那个皮很脏，是不是？其实我们在家里做的时候呢，一定要保留这个姜皮。姜皮要保留，觉得好可惜啊。其实这个姜皮呢，它是凉性的，所以做羊肉的时候呢，用一点老姜的皮，它能够呢帮助把这个羊肉的火气啊给它消一消。我们中医叫的热者寒之，就比较热了，我们就用寒凉的东西啊给它综合一下，还是非常棒的。没错，想吃羊肉不上火，咱呢在家里面啊，不能光吃一道羊肉，肯定得准备点别的菜来配着它。而且呢，老师也说了，用点姜皮下去跟它一起
就比较 OK 了。现在呢，这道清蒸羔羊肉呢，还需要一点火力，慢慢的包着它，是不是？对。20多分钟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揭开锅子那一刻，能不能闻到这个羊肉的鲜味。30分钟的时间非常的快哈，就过去了。现在呢，我们的羊肉也已经差不多了。好。哇，哎，怎么蒸出来一些油哎？感觉对，它就下了一些这个油。它怎么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我以为它出来那个样子是每一颗那个肉都会很干，对，没想到它是哪一种？它是属于那种带点水分在的那种羊肉。汤先一倒一，把汤要渗出来。对，我们要吃它的时候，这道菜需不需要蘸蒜泥或者是怎样？蘸蒜泥要。蘸蒜泥，要蘸蒜泥吃。这个肉呢，有些好的牛肉、羊肉，最好吃的办法就是它的加工的过程是最简单的，是不是？原汁原味，就是吃它原来这个肉的本的味道。那咱们现在就一等一等，先调一个这个蒜泥，蒜泥汁，好，再来一点酱油就 OK。吃的时候呢，一个是蘸一个这个，蘸一个盐，蘸盐啊，对，来一点点味道，一个盐，没错，这是一个醋，根据自己的喜爱哈，然后一个蒜泥，醋和蒜泥，蒜泥呢还是用那种办法来调，这个酱油还是您那个就是像那上次有独家的那个是不是？秘方，饼家蘸料，老师回家试过吗？我回家试了，我回家正好那天冬至啊，吃饺子，然后蘸的饺子汁儿。现在大家肯定会觉得疑惑，是什么呢？大嘴告诉你，是我们饼厨的一个自己调的蘸料，绝对的秘方。蒜泥，然后用多少？大厨用多少这个酱油？用这个2勺酱油，两勺酱油，2勺蚝油，2勺香油，2勺蜂蜜，我已经背会了，非常好用。没错。好，不管怎么样，记得这个配料是2勺蚝油，2勺香油，2勺酱油，还有2勺蜂蜜很重要。赶快来蘸一蘸这个独特的酱油，然后包括我们这边的羊肉，来蘸一蘸，尝一尝喽。清蒸的羊肉吃起来。总是感觉水嫩的，那么嫩不那么柴，是不是？没错。哎，味道非常鲜，是我喜欢的原汁原味的羊肉的味道。这道清蒸羊羔肉想要口感鲜嫩，一定要记住以下要点。首先，选料是关键，选择羊羔的肚腩部位，不仅肉质细嫩，而且膻味较少。其次，葱姜片去膻很重要，而且要记得保留姜皮来中和羊肉的火气哦。另外，淀粉也是保留口感的法宝之一，挂上一层薄浆，将羊肉的鲜美紧紧锁住。做到这几点呀，一道口感细嫩爽滑的清蒸羊羔肉就非常容易了。这道清蒸羔羊肉给您端上餐桌了，希望你能好好的享受羊肉。今天本周当家菜给您推出第2道菜了，饼大厨告诉大家是什么？第2道菜呢，其实也很家常，大家大家呢都正常吃，就是一个葱爆羊肉。葱爆羊肉，葱爆羊肉这道菜应该是很考验厨师的这个对火候掌握的那种能力的，是不是？怎么做？咱现在开始学，好不好？对 ，OK， 选择一块好的羊肉，这个羊肉咱用什么部位呢？这个羊腿肉，羊腿肉，就是羊相对来讲肌肉发达的那部分，而且非常好吃。因为做这个葱爆羊肉呢，最好是羊腿肉或者是那个羊里脊肉。里脊肉就是瘦肉多一点，瘦肉，因为它这个之间呢，它没有很多的筋，因为这个羊呢，它跟那个牛不一样，是吧？它体积比较大，没错，皮比较小。你如果这个你有这个其他一些部位呢，它里面会含有一些筋。还有一些这个肥的肉，没错，肥肉比较多，咱就要它纯瘦肉才能出来葱爆羊肉，是不是？好，这边已经给大厨准备好了，我们这边给羊腿肉改个刀，切片，这个很薄的片吗？很薄的片啊，这个一定要顶刀切，因为这个羊肉跟牛肉呢，最好是这个顶住这个肉的这个丝路，就是说你属于是给它丝路呢都斩断它，对，是不是？斩断它，我想说那样子的话，我们咬在嘴中那个肉还能有那种。咬的那种本身的那种弹性吗？有，还会在，因为它这个纤维呢，它比这个鸡肉呢它要粗。这个红切羊肉素切鸡嘛，这个红切牛肉素切鸡。这样呢，你把它切出来之后呢，它的羊肉它
它不会炒得很碎的，不会像鸡肉那么样一下锅之后它就碎了，对，它这个是不会碎的。横切牛肉，竖切鸡，而羊肉和牛肉现在来讲呢，纤维都是比较粗的，所以说都是横着切的。横着切，其实我觉得哈，你看这个就很考验大家的刀工。如果说你切的不够薄的话呢，可能就出不来那个好味道。对。可是你又想切的特别薄，你就得注意安全了。但是注意安全同时一定要记得，如果咱没那个刀工，咱莫不如厚一点，无所谓。不能那个嘛，我一般喜欢做葱爆羊肉，都去买一包羊肉卷。对，用高粱卷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羊肉卷呢也可以，也可以。它的那个味道呢，这个它肯定不如这个。对，它不是羊腿肉。对，没错。这个厚一点也没事，也没事。这个就是这个，因为呢，这样肉呢反而比那个羊肉卷好控制。好，因为羊肉卷呢，它这个它很薄，很薄，太薄了，对，特别薄。它出来的时候呢，你在家里制作的时候呢，你只能沸一下水，用水烫一下，没错，然后你再炒，而且这个烫过水的过程呢，你就很难控制住这个火候，它很容易炒完之后呢，老了，你吃到嘴里的这个羊肉呢，它是这个柴乎乎的，柴乎乎的，然后光有筋了，光剩下筋，不成形。好，这边就切着它哈，一层一层的，一片一片的。说起羊肉，刚才老师告诉大家说它呢，在这个季节能够补身体，对，然后关键一点的是什么？能够。它能够让咱们给咱们提供热量，能让咱们吃完以后热乎乎的，暖和，对，暖和，所以能促进我们的末梢新陈代谢。那还有什么样的营养？其实羊肉呢还有一个好作用，就是可以促进胃酸的分泌，可以刺激咱们消化酶的分泌，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吃了以后呢特别有助于消化其他的食物。所以吃羊肉啊是增进食欲的，增进食欲，能帮助我们消化，尤其是你像胃不好的人啊，可以吃一点羊肉，可以促进胃黏膜的修复。看见羊肉美食也能增进食欲，对，没错。你看到它，闻到它的味道，就会很想吃它，是不是？可不是。所以说你呢，这个季节多吃点羊肉。对，羊肉呢，因为它补身体呢，它里面的蛋白质含量也比较高，而且脂肪相对也比较低，所以对于那些怕胖的人，比如说胆固醇高、血脂高又比较肥胖的，我们可以吃一点瘦的，比如说今天这个羊腿肉，没错，我们就可以能够就是达到一个高蛋白低脂肪的效果。高蛋白低脂肪是现代人推崇的饮食目标。这边我们说话间，大厨已经将我们的羊肉切好了，赶快放入我们这边的，这是料酒，来这么一点点，少点酱油。好，来一点酱油，来一点料酒呢。现在开始腌我们的羊肉，一片一片的腌它。这时候该来点淀粉了。可我在想，大厨为什么不来点水淀粉呢？这样会不会把羊肉本身的水分被这个淀粉全吸出来？这个没问题的，因为加了一些料酒，加了一些酱油，都有水分，可以，这是淡淡的一层，不多。好 ，OK，先腌一会儿，腌这个4-5分钟。4-5分钟，这先让我们切一点那个葱，来点葱白，这个葱爆羊肉有这么大的葱吗？对，最好用这个就是葱白这一块，葱白这一块呢，这个因为它炒起来它比较这个味道比较足，就只用葱白，不用这些绿的这种芯儿之类的。因为绿的芯儿呢它比较硬。这样分开来切才炒。其实就这个葱白的位置也是比较辛辣的位置，也是比较有葱味儿的这个位置。先把葱放这个羊肉先小腌一下。它这个葱白跟葱的这个青，我们叫葱青那块相比呢，它里面的葱姜蒜素含量要高。这个葱姜蒜素就是比较辛辣的物质要多一些，但实际上营养呢，它像这个绿色的部分啊，含的叶绿素还很多，维生素也很丰富，就是各有自己的优势。对，各有自己的优势。所以我们炒菜的时候啊，就看你怎么用了。没错。炒这种菜的时候，为了让它的这个葱味浓一些，最好用葱白。葱白，好，来这么一点点，不是用点葱白，是用很多葱白，用这么多，一小碗的葱白。因为咱们要做葱爆羊肉。然后这边的葱白呢，再放我们这个肉里面，给这个肉小腌这么一下。我觉得你这个葱白腌制的时候也放了很多我一般腌肉的时候顶多切点小葱花就放进去了。是，我也这么想。我觉得放一点姜好像就行了。大厨你很豪迈呀，因为这个我们的葱很贵的，是吧？这个葱和羊肉呢，这个都同样重要。这个羊肉呢要有这个葱味儿，这个后面吃起来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葱呢也很好吃，因为它带了一些羊肉的味道。大叔，咱用洋葱的话，是不是会更好？洋葱不行，因为洋葱呢，它这个水分比较大，它这个炒的时候呢，它没有这种咱们这个山东的大葱香，而且它水分大的那个葱呢，它甜。山东大葱呢，它不是这个
就是没有这个葱香味儿。哎，明白了，好葱，然后呢好羊肉配在一起，而且葱呢是用大量的。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大厨？再切一点这个香菜段。香菜段。好，香菜呢也不用香菜叶了，咱用这个香菜的茎。对，这位置啊，相对来讲香菜味浓。好，现在再翻2步，一步呢先炒一下这个羊肉片儿。羊肉片儿，分2步的意思是，这个因为咱要把这个葱呢，充分的给炒香了话，这个如果你同时一起下锅的话呢，它这个葱的控制不好这个葱的香味儿。哇，您的意思就是说，咱呢是把这个羊肉单独炒，不是说用这个葱白去爆锅。对，然后把这个羊肉倒出来。哎呦，再用这个葱白来爆锅，这是主要是怕这个火候不统一，是不是？对，好方法。咱现在将我们的用葱以及其他调味品腌的羊肉片呢，放进锅中，来划一下它，算是不是？对。哇，葱香味现在就能闻到一些，就能闻到了。因为你看腌肉的时候就用了这么多葱来。哇，哦，先划一步，先划一下，这个肉呢，这个变色就可以了，完全变色就行了，不用叫它全熟了。哎，它现在哈，其实你看变色还是很容易的，因为你切的很薄了的。对，我觉得差不多了，可以喽。火候很关键，一定要记得是大火，是不是大厨？对，大火，夸夸夸几下，一变色，赶快把它请出来。这边啊，我们已经将我们的羊肉片呢炒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分批次的第2个批次炒我们的葱白。炒葱白，这个过程也很关键，得把葱给它爆香，是吧？哎，来点油，油。今天用的油呢，也是健康新时代给您重磅推荐的，那就是胡姬花的古法小榨花生油。这种油呢，是用这种古代的压榨油的方式压榨出来的，有浓浓的花生的香味。大家告诉你，油烟少，而且对身体健康很有好处。来，来点油，哎，一定要热一点的油，要热一点，锅要热，哎，锅要热，锅要热呢，锅热之后呢，炒出的这个葱呢，它才会香。整个锅之前给它热透了之后，再放油，然后再放我们的葱白。炒葱居然都有学问在，要把锅先给它烧热了之后，烧得很热，热，然后放入葱白。别说你看，真的是它这个锅热了之后呢，它在锅的周围四壁上都已经有热量。你葱一碰到不管哪一个角落，都会滋啦一下，把这个葱的香味给对，因为这个葱白呢比较均匀，它也是有水分的。如果你的火慢的话呢，这个它会下一些水，下水之后呢，再炒那个羊肉呢，它就那个不香了。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嘞，因为这个葱现在已经有一些好像有点变颜色。没事，这个葱呢炒糊了，我觉得我在店里呢，一般要求这个厨师呢，炒葱炒的菜呢可以炒的糊了，不算太透。要你的葱可以炒糊一点，那样是不是更香啊？香，葱油味更足。这也可以了。可以了之后呢，这个倒入这个。就是把我们这个葱炒香之后，直接将我们之前已经炒好的一个羔羊的这个片放进去，再加一点盐。这个盐呢，只是给这个葱加的。有葱入味儿。因为葱刚才还没有渗透这个味道。然后呢，放上这个香菜段。在出锅前呢，烹一下这个米醋。米醋来一点，哇！米醋不用很多的量，喷一点点就行，滋啦一下，酸酸的米醋味道已经出来了。而且这时候记住，火力是什么？大厨，一直大火，大火，很过瘾的一道菜。准备出锅，我们的碗呢也已经准备好了。好，小馋虫在我们的体内开始因为太香了，闻着香味太香了。而且这个味道就是你在家里面，你家开化了之后，你家厨房飘出来的那个味道，香喷喷的，而且是肉香。想做出嫩而不膻、葱香十足的葱爆羊肉，可有不少小窍门要告诉您。首先，横切羊肉，斩断纤维，是保证肉片细嫩口感的第一步。其次，腌制时放入的葱白，让葱香味提前与羊肉亲密接触，增加了香味儿。另外，羊肉与葱白分次炒制是您一定不要忘记的要点，这样才能让两者的口感与味道完美统一。除了这几个小窍门，还有什么需要注意呢？就让饼大厨亲自告诉您。一起来尝一尝好吃的葱爆羊肉，来一起喽！我觉得这个菜就是葱和这个羊肉一起放进嘴巴里面去，是不是能好更好哦？很好吃。
羊肉非常非常嫩，嫩而不老，不老葱香味儿非常非常足。而且我觉得这个羊肉似乎一点膻味都没有吃到，对，是不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感觉？而且吃起来的时候呢，还有一点点香菜段这个香葱的味道，香菜的味道这个因为这个做这个菜呢，醋一定要后放，就是在出锅前呢烹一下醋，这个这样呢，你其实很多炒菜的这个，你包括炒土豆丝也好，炒其他的菜呢，这个只要放醋的话，一般都要醋在出锅前放一下，就是这样它的醋的这个香味呢，它能滋啦一下体现出来，而且这个醋的香味呢，跟这个香菜的香味一起融合在这个葱和这个羊肉里面，它这个味道就非常